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炮变强笔记。今天要聊一下什么样有趣的东西呢？记得在3月22、23号的时候啊，阿炮去到了台北三重的先嗇宫那边考了一张证照，秀给大家看一下。体适能健身C级教练不好意思，C级指导员证。这张可以干嘛嘞？先讲一下。这张有了以后，可以到一般的健身房，或是工作室，或是商业类的健身房，或是皮拉提斯等等的，就是去教一些基础的运动，就需要这张证照。当然，也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证照是可以考，但是他们的大概都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等级这样。但有些人会说，它是不是便当证照？就是像那种可以吃个鸡腿便当的鸡腿便当证照。先讲一下什么是鸡腿便当证照好了。所谓鸡腿便当证照，就是说你去了以后，当天比如说6个小时、8小时，或者2天16小时，去到那边坐满以后，吃完2个鸡腿便当之后，你就可以拿到一张证照，然后拿了那张证照以后，就可以去招摇撞骗。但是阿炮上完2天以后，给大家的结论是，这并不是一张鸡腿便当证照。像我们的那个教官啊，他体大毕业，然后在协会教了10多年。这个是那个中华民国健身运动协会。好，他在这个协会教了10多年。他说他每一期都从来没有，他教过的每一期从来没有任何一题是全部的人都可以考过，所以这就足以证明说这个并不是一张鸡腿便当证照。而那个教官说，他通常通过的几率大约是在90% 左右，有时候也是80几%这样，就总是有人会不会过，他就是得去补考。然后考这个东西，它分为就是两个，就是说学科，一个是学科类，一个是术科类。学科的话，基本上它包含了蛮多东西的，我这边稍微念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也讲到了蛮多干货的啊，例如说是什么是体适能，体适能的概论，何谓体适能？就是人体适应外界刺激的综合能力，心肺、肌力、肌耐、柔软，然后身体组成啊，健身训练的效应啊，健身运动训练的一个原则啊，运动的生理学，然后它里面有提到了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磷酸系统、乳酸系统跟有氧系统的这个理论，然后还有一个超补偿理论，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向上适应，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训练，然后训练表现往下，然后需要一段时间修复，然后呢表现就会往上弹，然后再训练，然后再休息，然后再表现就会往上弹。然后它是一个向上适应的一个曲线，然后相反的，如果说你非常把自己超爆了，它就会向下，它就不断向下适应。如果说你都用很糟糕的训练方式，或是完全不练的话，然后当然它这个是提到的是基础啦，它不会提到说你有一个赛季分配，然后你会有一个大的周期，你故意做一个大的周期往下，让它往上，然后一段时间休息，让它往上弹等等的，它这边没有提到，不会提到这么深的东西，然后。像那个解剖学的矢状面、额状面啊，我也是第一次把这个东西稍微认真的搞清楚，因为之前是有听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自己的一个记法是说，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矢状面呢？矢就是见矢的矢，然后状是状态的状啊，一面两面的面这样。然后教官的教法是说，他说，例如说矢状面的话。他说：“你们有想过咸蛋超人的这个面，它就是矢状面。他讲了非常有生活化、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这样。然后他说，例如说鹅状面，不知道的人就是记 open 讲，那个就是鹅状面。然后水平面就不用说了，就像是海洋的那个海洋平面、海平面、水平面这样子，就很好记。然后我自己的记法是说，我发现，我去记那个咸蛋超人跟记 open 讲都有点记不太下来。”我可能我的那个智商比较低，对，然后
我的一个记法是直接从字面去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矢的话就是箭矢的矢，像阿炮是有玩过一阵子的弓箭，然后我们在拉弓射箭的时候啊，它的那个箭矢的方向是朝前嘛，大家想应该也是想得出来，它是朝前。啊，不管是就算你去骑射啊，你去转到侧面，你的身体是在前面啊，你转到侧面，基本上你朝向的这一面，你身体的这一侧也还是你的矢状面，所以可以这样记。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记，就是说，你箭矢朝向的这个正面，然后包含你那个弓的这一面，我就把它记成是矢状面。我把我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记法，然后额状面就是额头这一面，就这一面额状面旁边的这一面。我想应该没有人的额头是长这样啦，长这样就是除非各位在看的各位不是人类这样啊，你们好，就这样好，不是人类可能是动物或者是其他星球的物种，对啊。我是这样子去记出这两个概念，因为解剖学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一门学问，但是它也是蛮基础的。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像典型中医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里面有各种标示不同的肌肉。然后它里面考题的话，它学科之中会有50题，40题单选，10题是复选题。啊，会有占大约是30% 的都是解剖学，所以很多人大概就是最难的，大部分的人就是死在这边，就在这边挂掉了。他很多会考说，他给你一个动作图 ，A 图跟 B 图 ，A 图到 B 图，例如说，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当然不会考那么简单。你做一个二头肌弯举，它是矢状面、额状面，然后它会动用到哪一些肌肉等等的，然后它会让你列出来。那这个东西我之前阿炮的运动资历其实蛮久，大概10多年，然后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例如说有游泳就是校队啊，然后有救生员证照跟那个西级教练证照，然后像柔道也是练了很多年，也好几年4、5年吧，然后摔得到黑带，但是没有黑带这样。然后桑博俄罗斯1年，泰拳、拳击、散打、巴西柔术大概都是密集训练，就是1周3、4次，密集训练大概3个多月左右这样。像 IDPA 那个美国防卫手枪射击也练了大约有3年。She's ready. Stand by. 这里。脚踏车就也是玩了不少年，对啊。在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的运动资历之中啊，阿炮对于这解剖学其实也还是很欠缺，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自己天天用，我可能也用得很顺，我可能用的比了解这些知识的人顺，因为它就长在自己身上，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说，就是这个东西是叫什么，然后我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用到它，我只是在从一个训练者的感受面去了解到说，我好像我在练某一种专项动作的时候，我是这边会酸，那边会酸，然后我就只有隐约的了解说，这个好像就是练到这一块啊，它也其实从来不会影响
从来都不影响我自己在专项训练上面的一些那种运动表现等等，其实不知道也不影响。阿炮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像阿炮那时候在大学练游泳的时候，练游泳训练的时候，有一位学长，也同时也是那个时候的队长，他是那个屏东的自由式应该是50米的纪录保持人吧。然后他在跟我们分享一些健身房重训之中，然后会做的一些动作的时候，然后他也喊不出说某一块的什么样的肌肉，他只是说，就是这边练这边，然后是这边会酸，或是我们在做某一个专项动作的时候，他说，这哪边酸哪边酸，这就对了。然后通常我们会从比较实用的感受度方向出发，但是我认为了解到这些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我自己的心得啦，了解到这些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跟我的那个肌力体能的教练讨论，说我哪边需要加强，我就很明确的说我哪边在酸，我哪边在不舒服，我就知道是喊得出那一条肌肉的状况，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讨论，我不用用手比说是哪边，然后那教练帮我看，这样就是我自己在搭配，自己在调配，让自己专项进步上面，它的那个效率又更高。然后除了解剖学之外啊，它还有说这个运动处方，然后还有运动指导的一个健身运动的指导的技巧。我们第一天上午是全部都在上学科的部分啊，第一天下午是开始大家就排站，然后大家排站，一列一列的站啊，教官就教大家说，开始就教左右人，然后开始讲，然后进行他指定的指导原则，例如说接触来指导，最后是鼓励，然后你要包含这三样主要的一个指导原则下去进行。像我们在进行指导接触的时候，就必须要讲说，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练，我是阿炮，今天我们要教什么什么，然后开始讲啊。可是如果说我忘记鼓励了，例如说我是要表现得很外向，这样，例如说，你真的做得很好，你真的非常棒，然后你刚刚这个动作真的太赞了，你今天发型设计过哦，跟上次不一样哦，就是这些这种鼓励的话语啊，然后表现出来，然后教练说，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内向的人，当你开始有了学生啊，你要让他不断的来跟你买课，我开玩笑的，不断的就是有这个兴趣，激发他的一种兴趣，然后去跟你学习，跟你一同往前，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亲和力。他说，一个好的教练，他自己是体大毕业的，而且以前也当过选手，然后考过无数张证照，大学的时候花了40万的打工钱的证照，然后发现说他自己第一次出社会后去健身房教，他是完全不会教的，他是只能从头学。他说他的重点说，他也问说，一个好教练的差异是在哪里？是他的专业度吗？是他肌肉大不大吗？或是他的运动表现是不是超强？是不是举超重嘛？通通都不是，重点是在于亲和力。有了亲和力以后，其实学生才会激发出学生的一种欲望，然后一种想要跟你学更多的那种想法。比如说脸臭臭的，或者很严肃，然后或是很应对进退是非常糟糕的，然后学生可能都不想学，就算脑袋里面有再多的知识，他们都完全都不会想碰。而且尤其是像以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在阿炮是教过小学的，然后教过小学的全年级吧，在复兴区教过啊。以我自己教学跟在带各项运动跟教学弟妹，然后在不同的那种运动项目之中跟人家分享的状况之中，我是认为通常我们一次其实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的概念。还有阿炮无数的学習经历之中，是发现一次我们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概念。然后更重要的是说，让他记得核心的几样概念，然后进而甚至去引发他对于学这项东西他自己自主学习的一种内驱力，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而那个教练就说，亲和力就是第一关，教官就说亲和力是第一关。等
这是一个注意力普遍不足的时代，所以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下集再继续跟大家聊聊，阿炮在证照课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谢谢大家跟着阿炮一起每天变强一点点，我们下一集见。